瑶瑶，我们20年的青梅竹马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娶的人，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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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人？少随！哎，这什么情况？他们什么关系啊？刚才不是还在求婚呢吗？这人闪受伤，怎么还抱上了？是他欺负我。刘瑶瑶，你的求婚宴一定办不成，你信吗？果然还是来了。金策，今天这种日子，你也要这样吗？你别怪他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今天不该来这儿。够了，瑶瑶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姐姐每一次犯病都会把我当做赵随吗？有病就去治，而不是在这抱着别人的男朋友卿卿我我。还是说，你要一直当他的药？你不是赵随，我的赵随，当年救你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赵随，傅锦策，你要是敢迈出这一步，我们就彻底结束了。第13次，这是他第13次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，为了温灵弃我而去。陆瑶瑶，你就不能懂事一点吗？害死你妈还不够，非要看姐出手你才满意吗？更何况温灵的未婚夫赵随也是为了救景色而死的，真是忘恩负义。这也是无数次我的父母为了温灵毫不犹豫地指责我、唾骂我。够了！这10几年来，我承受了所有的委屈、骂名跟恶意，我把地位、爱情、亲情统统都给了他。该还的恩情我早就还够了。还有傅锦策，打着报恩的幌子出轨，真是恶心透了。没心没肺的东西，简直不可理喻。玲玲，怎么样？小莲，用你的手指啊！很好，陆瑶瑶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必再为那些狗屁恩情和爱情所裹挟，你只为自己而活。是温小姐说的人，走。陆总，浩然被流氓盯上了，我们要不要管？
时空倒流。果然是个千娇百媚的小美人啊！你就从了哥哥们吧。陆时野，那个仅用5年时间就从陆家弃子逆袭成了陆家掌权人，如今帝都最有权势的男人。哪来的小可怜啊？出手挺快，但不够狠啊！斩草不除根，只会野火烧不尽。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？想听你聊你中的世界，你牵着我陪你走尘封的事，我的勇敢可能来得迟，此刻心花再多可竟无言，心动在一瞬间一眨眼，绽放在当我遇见你的那天，我们再靠近点，可以些许的远，我想此刻没人跟你说过吗？什么？路边的热闹别随便看。喂，你就这么对待你爱人啊？没有你，我娘自己就能搞定。何况我本来就是坏女人啊！别。当我看向你的眼睛，好的在 feel 最爱，看到可怜了。带刺的小玫瑰。我的心早已经确定，唯一的答案一定是你。这个洛儿小姐的风评，那就冷血无情，忘恩负义。忘恩负义？宁愿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，也要跟自己讨厌的表姐硬碰硬。清醒、抗压，还战斗力爆表。你说，我要把这带刺儿小玫瑰放到陆家，他能帮我把陆家搅个天翻地覆吗？被陆总这个活阎王盯上，这姑娘真是倒霉了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回来了，快坐着，坐。看看，我今天啊是特意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喜欢吃糖醋排骨的是温离，不是我。说吧，不是约我谈外婆房子的事吗？直接说吧。哼，先吃饭吧，一回来就一副讨债的样子，像什么话？瑶瑶呀，要不你搬回来住吧？而且你和锦瑟的婚礼也该提上日程了。是啊，瑶瑶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之间已经彻底断了。被温灵沾染过的脏东西，我不会再捡回来的。瑶瑶呀，来，吃点胡萝卜，这个有营养，多吃点对眼睛也好。到现在都不记得我不吃胡萝卜。瑶瑶，那天都怪我，突然发病破坏了你的求婚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但那都是阿策他精心布置的，你就别跟他置气了，好不好？你每次发病都挺是时候的，
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这玲玲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不就是个求婚仪式，走个过场而已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，爸爸都答应你。我要外婆的房子。不行。这件事儿，等订婚以后再说吧。订婚？不可能。你不订婚，你就别想要那套房子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那是外婆留给我的房子，我要定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爸，你知道取消婚约对陆家的影响有多大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的分红、股份，你不是都给温玲了吗？哼，你不定，那就让你姐定。好啊，让他们这对渣男贱女锁死，正好以后都别再来霍霍我了。那房子也得给你姐，谁说一定给你的？哼。给他。你喷啊！陆瑶瑶，就算你恨我，那也是我外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要想要那套房子，就老老实实的配合下个月订婚宴。把过世老人的话当耳旁风，你们就不怕外婆被人找上你们吗？瑶瑶，瑶瑶，滚！陆瑶瑶，你要走了，就永远也别想得到那套房子。我不要了。陆瑶瑶，我说过了吧，你的一切我都会一样一样的抢过来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捡别人不要的垃圾很有成就感。温玲，你到底是变态还是自卑呀？让开！外婆的房子会在3天后过户给你。你看，我只不过是编了一个我身体不好需要老宅镇压的烂理由，他们就把房子给我了。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是这么偏爱我。至于你和外婆的那个房子嘛，我会把它全部拆掉重建，把你和外婆的记忆通通抹除。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想把房子过户给我。是的，就算你跟傅景策结婚了，那房子也不会是你的。为什么？那个房子根本就不值钱。同样都是外孙女儿，凭什么他总是偏心于你？他不给，我偏要抢。瑶瑶啊，这都是你的错。可惜，这人你守不住，房子你也留不下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
说这么多不就是为了刺激我，好回去装可怜啊？啊，是我嘴笨，不及你会演，但是既然你送上门来讨打，那我就绝不手软。想知道为什么你安排了流氓，我还能毫发无损地站在你面前吗？我自从被你伤了腿，没有办法跳舞之后，我就去学了泰拳还有防身术，没想到真派上用场。下周那场舞蹈比赛，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单独出来劝我，不就是想带着伤回去告状？既然你这么努力，那妹妹怎么能不成全呢？好痛，我的腿！陆瑶瑶，就不怕爸妈真的跟你断绝关系吗？现在有差吗？瑶瑶，跟你势不两立！窗外玻璃多了层雾气，像模糊的你，淡出了我的生命，沿着时间奔走的痕迹，小心的复习那么多。外婆，温玲把我唯一的布娃娃灰姑娘扯坏了，为什么呀？她都有那么多娃娃了。娃娃破了，用金线缝一下，就会成为独一无二的。灰姑娘吃过苦，最后也获得幸福。我们家瑶瑶也一样，最终会成为自己的女王。说爱我的语气，眼泪的讯息，就是每当我想起你，留在原地，未曾远行。同样的雨，让思念决堤，不繁衍。随时间遗憾，又会多生一线故事的残缺，没人续写。外婆，我又回到这里了。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疼爱我的人，可是这套房子现在反成了牵着我的刀子。如果这里注定要被温玲践踏、毁灭，那我宁愿他跟你一起归于尘土。外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爱自己，不会再被亲情绑架，也不会再被道德勒索。你看着，我一定会幸福。再见，外婆。
喂，我刚刚祭拜的时候不小心着火了，你们过来处理一下吧。那边起火了，我们撤！算这小子命大，走。哟，哪来的小可怜啊？好巧啊，陆小姐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分。缘分，我不太感兴趣。哎，我好歹也算你的恩人吧，你这么对我，是不是有点太无情了？无数的影视剧告诉我，路边的野男人不能乱捡，更何况，这位恩人，你不觉得你现在更像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吗？这姑娘对自己都这么狠，应该也是很绝望吧？我是杀人犯，你是纵火犯，绝配。要不咱俩结个婚？结婚？为什么？我被我们家老爷子逼婚，他非要给我塞一个听他话的傀儡，好拿捏我。我岂能让他如愿？我还得让陆家鸡犬不宁呢。让陆家鸡犬不宁，那整个海城只有我可以做得到。这还不能够说明一切吗？但是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被所谓的恩情裹挟，如今还要沦落成为和渣男联姻的工具，你就甘心一直被他们这么摆布？你调查我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吗？不如我们相互递刀，我帮你对付他们。没事吧？小心！你真的不去医院？不用，一会儿有人会过来。哦，那我去换套睡衣，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
爸，还活着吗？爸。心跳挺有劲儿，活着就行。我要是再不行，你是不是也得踩我脸上？你松开！松开！手感不错。变态你！陆总。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那个不近女色、冷血狠戾的火阎王，竟然被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踩在脚下，她一副甘之如饴、不愿放手的模样。这就是你说的会有人过来？不用我开门，直接撞进来了。进来。轻点儿。内鬼查到了没有？没事，说。是陆四爷，他故意放出了行程消息，要处理掉吗？不用，等时机到了，我把这些钉子全拔。那他儿子陆时廷，看住他，我得给我的好四叔送一份大礼啊！明白。果然跟传言一样，狠绝冷硬，半点不念亲情。老板，伤成这样，咱就克制一点，千万不要带伤上阵。我这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着想。不会。哦，还有，老爷子那边又催你回去相亲了。今晚我睡哪儿啊？今晚我睡哪儿？睡沙发呀。今天我的提议考虑的怎么样？你了解我的情况，我确实需要一位有力的盟友，所以我答应你。那你可想好了，做陆太太的话可能会有危险。危险？那我更喜欢了。话说，虽然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但如果你要是缠我身子的话，我倒是也可以奉献一下。不，陆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缠你身子。陆瑶瑶，开门！哎，陆总，讨债的来了，要不你先去我卧室躲一下？怎么，我见不得人啊？不是，我家里的事。瑶瑶，瑶瑶，我让阿姨带我来，就是想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已经给过你12次机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在所有人指责我是罪人的时候，你护住我，你告诉我这不是我的错。你护过我12年，我很感激你。可是现在，我们之间的情谊已经被你消磨殆尽了，我们之间没有可能。还我妈妈！还我妈妈！这不是你的错。可你为什么烧了当年外婆给你的房子啊？你之前不是说那房子对你来说很重要？你也知道这个房子对我很重要。外婆之前就说过这个房子是留给我的，可
可是你还是违背外婆的意愿，把这个房子给了温离，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，丝毫不顾及。你知道我们是有原因的。我的东西毁了，我也不给杀人犯。你外婆当年是死于意外。不是，瑶瑶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好像都不认识你了。正好，让你们重新认识一下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受你们道德绑架的陆瑶瑶。以后别惹我，否则我比你们想象的更恶毒。这屋里有人。你有别的男人了？陆瑶瑶，你有别的男人了？搞清楚状况，脚踏两条船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滚出去，不然我现在就报警。你就是养了别的野男人，不敢给我看。你管得着吗你？瑶瑶，要不是锦瑟非要娶你，我就让玲玲嫁给他了。想靠我攀附傅家？做梦！我之前就说过，让你注意分寸，你非得偷。好啊，现在让你们走明路了，你现在跟我装上了。出去！哎，瑶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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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这17年，每天都在后悔，后悔相信他们。墙角电台过瘾吗，陆总？比电视剧精彩。不过你这个演技扣分。那句车气不够狠。喂，怎开玩笑呢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突然觉得，这17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站在门口，等他们开门，等他们回头，关上门我才发现，才发现什么？才发现关上门的感觉比等着他们开门的感觉好太多。他们不会放弃逼我联姻，温离、温玉和、傅锦策，想让他们彻底死心，只有一条路。陆总，我们的合约还有效吗？当然有效。那我们尽快结婚吧。那我得睡床了。好啊。真的？我睡沙发。对着这种顶级大帅哥，我这心里怎么有点慌呢？明早去领证。来笑一笑，笑一笑，来，准备了啊！来笑一笑，1、2、3，茄子。我就这么昏了？我去煮点东西吃。好。瑶瑶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接瑶瑶电话？你他妈管我谁呀？他手机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们现在在哪？瑶瑶也真是的，连找男人做戏这种法子都想得出。
可是，他好像真的不要我了。没事的，他只是在和你赌气而已。对，他一定是在跟我赌气。他那么爱我，不会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。温玲，鉴于你腿部受伤，本次巡回舞会黑天鹅主舞由替补接任。陆瑶瑶，这次巡回舞会我准备了整整半年，你竟然打伤我的腿，哈！我真后悔，后悔当年只是让你跳不了舞，而不是让你彻底闭嘴。你给我等着，你不让我活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玲玲，你怎么了？阿策，刚舞团给我来消息了，黑天鹅的主角换成别人了。瑶瑶，她太过分了。不怪他，那天我本来是想去把房子还给他的，我也没有想到他情绪这么激动。你太善良了。陆瑶瑶，你回我一次，我回你一生。您受伤失踪的消息放出去了，四爷联络了不少人，看样子想要夺权。正好，一网打尽。小心一点。你干嘛？我怕这好好的水饺变成烤肉味的。好香啊！看在陆总救我的份上，我请你吃。我救了你，你就请我吃这个？寄人篱下也有寄人篱下的态度，我包住就不错了，你还想吃满汉全席啊？脸呢？我给你1000万，就当是我在你这里的食宿费。金主大人，请点菜。不过我只会做3个菜。哪3个？水煮饺子、水煮馄饨、水煮汤圆。只会水煮。你怎么口袋这么大呢？我来吧。你行吗？你指哪方面啊？我行不行？你要不要试试？不敢不敢，让金主大人给我做饭，总觉得有点儿倒反天罡。我去。喂。好。不用做了，我带你去蹭饭。蹭饭？去哪儿啊？我家。陆总应该不是单纯的带我去蹭饭吧？是有任务要交给我。聪明。老爷子叫我回去吃饭，但我猜测大概率是相亲宴。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扮演好一个刁蛮跋扈的陆太太。那我要是完成任务的话，有什么奖励吗？你想要什么呀？事成之后，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被追杀。成交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去换套衣服，等我惊艳全场。带刺的小玫瑰要开花了。爷爷，师爷，
你年龄也不小了，这些都是全城名门千金的资料，你挑选几个见见，婚事不能再拖了。不老爷爷费心，陆太太的位置我已经有人选了。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, where the sound of thunder moves through your bones.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feels like a dream, when nothing's quite what it seems. 大哥，介绍一下，我的妻子陆瑶瑶。大家好，我是陆瑶瑶。胡闹！婚姻大事，你竟敢不和家里商量？这就胡闹了。我母亲的葬礼算不算大事啊？在座的各位有去送过她最后一程吗？你们有人跟我商量过吗？当年外婆的葬礼，我也是被温玲关在了杂物间而错过。我们家师爷真可怜，没关系，没有人疼你，以后我会更加疼爱你。不生气了。陆瑶瑶，风评极差的陆家二女儿，略有耳闻。前阵子听说你还把你姐打进急诊了。没错，你说的就是我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能动手绝不吵吵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还妄想成为陆家女主人？没关系，反正要是陆师爷入赘到我们家，我也挺乐意的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入赘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？胡闹！话说的太离谱了！陆家家业，你一个外人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外人？他说谁是外人啊？说，哦，你说我是外人？哎，大家都姓陆嘛，大不了我努力让道路的路变成陆家的路，反正迟早都是一家人，是吧？倒是这位是陆师爷哪个妹妹啊？我妈只生了我一个孩子，我没有什么兄弟姐妹。都怪你，也不跟我解释清楚。她就是四房的一个私生女，也配我亲自给你介绍？师爷哥哥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疯了，居然敢在老爷子面前砸杯子！不要再叫陆师爷哥哥，我心眼小。不要再叫哥哥。听见了吗？我们家瑶生气了，管好你的嘴。犯了天了！敢在陆家动手，简直放肆！爷爷，我们家瑶瑶脾气暴，你让大家多忍忍。怎么回事，爷爷？哎呀！满分，继续。顶撞长辈，毫无礼貌。陆家是怎么教你的？听说他在家就不讨喜，缺乏教养，比那个养女差多了。我爸妈确实没教过我呀，唉，因为他们眼盲心瞎。不过倒是陆师爷跟我臭味相投。陆伯父，你也没教过他呀？哎，你别太得意，碾死你们陆家，只不过是我动动手指的事情。真的？反正陆家也没有我的财产，那你搞垮他们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报仇呢。抱歉，瑶瑶比较调皮，但她没有恶意。陆二爷本来腿脚就不好，你再给他气成脑瘫，
到时候不知道我这个后妈能不能看在他们忠贞不屈的爱情上，给他把屎把尿啊！这野丫头战斗力这么强，还毫无弱点，不行，绝不能让她坐稳陆太太的位置。师爷，跟我去书房一趟。你放心，你放进去，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你带回来那个女人是认真的？当然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想娶什么样的名门千金娶不着，偏偏要选一个这样近似孤女的女人。她是孤女，我不也是煞星吗？我们天生一对，绝配。你还是在恨我吧？你们纵容陆清言抛弃我母亲，纵容婶婶虐待我们母子，纵容林薇把我丢进深山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只是因为陆家这一辈都是废物，无人可以接管陆家，所以你才想起了我这个流着陆家血的公爵。所以你还指望我对你感恩戴德吗？你真的要做到这种程度吗？可你别忘了，我手里的股份并没有完全给你，我可以随时再扶持别人。公司我已经接管了3年了，爷爷觉得你手里那点股份还能威胁到我吗？现在陆家的路是我刘师爷的路。你非要娶她吗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她能不能接受你这样六亲不认、满手沾满鲜血的你？她当然能，因为她也没有六亲可认，和我一样，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陆老爷费心了。真是个兔孙！我当然是站在陆师爷这边啊。那万一他做的不对呢？难道你就不去劝劝他吗？只要他是陆师爷，那他就是对的，我就会无条件支持他。跟你们这些恋爱脑讲不清楚。老婆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才下来呀？他没有欺负你吧？就他那点攻击力，简直不值一提。那行，走吧。哎，你不是说好带我来蹭饭的吗？我还没吃上呢。我带你吃点更好的，这太晦气了。真的？那快走快走，我饿的不行了，我这个肚子叽里咕噜的。陆瑶瑶，你别高兴的太早。实在是太好吃了，陆总，下次我再出色的完成任务，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吧。你不完成任务，我也能带你去吃。那不行，这白吃你的以后算不清楚了。万一哪天我们合作结束了，你给我要起苦，我可难住。我陆师爷现在在江湖上可是宠妻人设，你陪我去各种地方刷刷脸，也是你工作内容的一部分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怎么了？明天你生日。从6岁起我就没有过生日了。我的母亲大人说的还真是层出不穷。那你还去吗？景策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他不来是因为接电话的那个男人吗？他不会真有别的男人了吗？不行，他只能是我的。等会儿告诉大家，就说他突发疾病不能到现场，但订婚宴照常举行。瑶瑶来了就好，赶快进去吧，别让客人久等了。瑶瑶，我们先走吧。今天准备了你喜欢的甜品，要是累了，就先进去吃点，休息一会儿。傅景策，你别装的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瑶瑶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爱的只有你，没有任何人能将我们分开。少岁，我被关到仓库里了，我好害怕。玲玲别怕，我马上就来。这陆总的效率真不是一般的高啊！看来今晚我只需要看戏就行了。啊？手镯。等宴会结束，你妈会给你的。不行，我信不过你们，现在就交给我。那我们还信不过你呢。可以啊，那你当着我的面交给管家，我要他以生辰礼的方式出现在宴会上，当众交给我。好，管家。这回可以了吧？走吧。哇，今天这皮肤变得更好了，好久不见，你又精神了。哇，陆二小姐这一身可真漂亮啊！这陆家的二小姐也太漂亮了，这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以前觉得温玲就够好看了，没想到二小姐更是惊为天人，真是。欢迎大家的到来，我们两家的孩子可谓是青梅竹马，如今已长大成人，而且又情意相投。今天我们希望邀请各位共同见证他们两个订婚的重要时刻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哇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这陆二小姐平常不露面，一下子拿下了富家公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男的，这什么情况？赶快把他给我关了！你再说一遍，你爱我。我爱你。这什么啊？这不是二小姐。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那个幻灯片放错了。
其实今天是我的大女儿温玲和景策的订婚宴年轻人不懂事，光顾着谈恋爱，让大家见笑了啊。可是我怎么听说傅少是在和陆二小姐谈恋爱呢？不好意思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些流言都属于是无稽之谈。你们都知道，他们3个从小就一起长大，玩的特别好，关系也特别好。那锦策对于瑶瑶呀，就像是对妹妹。这就是我的家人。遇到问题，我永远是用来挡刀的那个，永远是被抛弃的那个。怎么可能？谈恋爱的分明就是陆瑶瑶和傅景策，要么就是陆瑶瑶觊觎自己姐姐的男朋友，要么就是温玲横刀夺爱。既然不愿意听别人说的，总要相信当事人的话吧。我母亲刚刚解释过了，没谈过，纯友谊。你说对吧，姐夫？瑶瑶，你叫什么啊？够了，今天丢脸丢的够了。婚约已经公布了，你要为我们傅家着想，而且，你觉得你现在解释，瑶瑶能听进去吗？你还没想通啊？今天有人故意使坏，你和温玲在仓库的事儿已经被直播了，你知道吗？直播？什么直播？瑶瑶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想说什么，姐夫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是我应该谢谢姐夫，谢谢姐夫帮我洗脱案底。案底？你把我们的过去叫做案底？陆瑶瑶，你会后悔的。陆瑶瑶，你看吧，你爱了17年的傅景策，最终还是我。可真够乱，到底是姐夫还是未婚夫啊？太狗血了。不行，今天坐实了婚事，瑶瑶跟我就再无可能。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啊。诸位，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晚宴。家中有一些急事要处理，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大家请回吧。这就结束了。那今天这订婚宴可能是这样的，绝对是掩人耳目。生日都还没过，谁说可以散场的？陆师爷，海城陆家的掌权人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陆总，欢迎欢迎！您的到来使毕社横臂生辉。过来。松开，松开！你怎么才来呀？我去准备了点东西。这陆家的帖子上写的是庆祝亲女儿的生日，怎么又变成了养女的订婚宴？还搞得直接散场。您这样让我差点都没有办法给我的老婆送生日礼物啊！他刚才说什么？老婆？陆家小女儿竟然嫁给了陆师爷，他可是海城最有权势的男人。凭什么？陆瑶瑶她凭什么？老公，他瞪我。你对我们家瑶瑶有意见？没有，陆总，瑶瑶很乖的，我这就叫人把生日蛋糕给送上来。不必了，你那庆祝养女订婚的蛋糕还是别拿上来侮辱人了。
对吧？怎么这么多礼物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是17个。为什么是17个？因为我们家瑶瑶说了，她6岁以后就没再过过生日，所以我要把我们家瑶瑶失去的这17年生日都给她补回来。我的老婆当然我来宠了。许个愿吧，小寿星。陆师爷，谢谢你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，拆礼物吧。但是现在，我想先拆我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不行，手镯给他就没有任何羁绊了。啊，那个瑶瑶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就给他拿啊。不必了，陆夫人，你的礼物我已经让人带来了。不是这。没错，这是我外婆的遗物，是我外婆让我母亲转交给我，也是早就定好的生日礼物。没错，这个镯子是给瑶瑶的，但要等到她结婚的时候给。今天的生日礼物不是这个。哎，正好，我和瑶瑶的结婚证我一直都随身携带着，你要不要看看？结婚证，他已经结婚领证了。结婚证，让我看看。这，陆先生不会要说等婚礼上再给我吧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这养女随便就可以带着，怎么到亲女儿这儿都送到手上了，还得要回去啊？哎，还真是，这温玲不是也没结婚吗？这陆家也太偏心了吧！还真是，这到底是他陆家这些小事，对亲人和养女差距这么大。大家有所不知，其实这个镯子本是一对儿，是外婆留给我跟表姐温玲一人一只。可是我表姐早就拿到了她的那一只，我的却迟迟不给我。陆夫人，我想知道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今天场合特殊，你大姐她只是拿出来试戴一下。哎呀，罢了，既然你这么在意啊，那今天就把这个镯子正式给你了。把自己的偏心说成我们家瑶瑶的不懂事儿，这么喜欢和稀泥，想必这就是陆总在商场上的一贯作风吧？算了，反正你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过亲生女儿。今天，我想让大家帮我做个见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占陆家千金的身份。啊？我跟陆家恩断义绝。这早就断绝关系了。哎，如今瑶瑶搭上了陆师爷，这可比傅家那个靠山要大太多了。瑶瑶呀，我是你的亲妈妈，妈妈一直把你当掌上明珠，妈妈很爱你，你不记得了吗？
16岁以前。后来的17年，我过得连狗都不如。不是的，瑶瑶不是这样的。你知道，因为你姐姐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们是在给你赎罪。陆夫人，瑶瑶姨妈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，当时的责任应该归咎于那个肇事的司机，而你们却把责任归咎于一个6岁的小女孩，简直是荒谬啊！况且温玲小姐后来被陆家收养，她的人生早已经逆天改命，她现在的财富、资源，哪样比瑶瑶差了？我没看出来她有哪儿可怜啊。陆先生，你这样污蔑我的母亲，未免有点太过分了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宁愿牺牲我的一切，也要换她活着。根本就不懂我有多爱她。演过了。我不管你们是为了亲女儿赎罪，还是为了别的什么，我不清楚，但你们心知肚明。但是，陆先生，我不希望以后再从你们的口中听到任何关于我太太的有罪论。要我说，这一家人就是活该。真是，陆瑶瑶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什么？你说这是送我的生日礼物？对，送你一个你自己的家，进去看看。哦。陆总，你之前那些首饰跟衣服拿了就拿了，就当战袍了。但这是一整栋大别墅啊，那是一点点跟一点点，那是不是一个概念好吧？你怕我送不起啊？那倒没有。我就养一个老婆啊，生日礼物而已。你就算活到1000岁，我也送不起。那我也不敢收。放心吧，这些礼物都是自愿赠予。手续齐全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钱掉在地上，我不可能不捡。那就捡啊！我问你都捡了，还怕捡这些啊？如今瑶瑶搭上了陆师爷，我们得好好利用这层关系。可是他现在都不认我这个妈妈了。明天是玉子的忌日，毕竟他救了瑶瑶的命。陆琪也要来，瑶瑶肯定会回来的。陆瑶瑶，你别以为搭上陆师爷就能东山再起，你奢望的亲情、爱情，我一分都不会留给你。明天的忌日啊，你等着。陆总，这是真的吧？你为了做戏真是下了血本了。这可都是陆太太的标配，你现在可是我陆家的面子。好，那这些我就都想拿了。这就是金主的实力吗？也是，这查网能力，但也算是实力的一种吧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会准时去的，不用你提醒。怎么了？明天是我姨妈的忌日，也是我真正的生日，我得回去。我陪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拖鞋在楼上房间里。好。周宇，你去帮我查一下温玉姿的墓园在哪儿。好的，陆总。还有，买个生日蛋糕。蛋糕？哎，算了，
生日宴会上那蛋糕是你挑的吧？丑死了！我自己来吧。这么明晃晃的宠妻，还嘴硬说是为了宠妻人设。瑶瑶，你来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些给妈妈准备的祭品落在房间了。瑶瑶，你陪我去拿一下吧。玲玲这孩子可真懂事啊，瑶瑶都那样对她了，她还想着修复姐妹感情。可不是嘛。你别催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哪次没有按时给你转钱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哪次没有按时给你转钱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她很漂亮，不输给你妈妈。瑶瑶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子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，那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天。你和小猫在公园等姨妈好不好？乖乖的，别乱走啊。瑶瑶，姨妈！李子，你妈是为了找你才出的车祸，你为什么要乱跑？我打断你的腿！为了这条命，我背负了太多。可当时明明是姨妈让我在公园等她，怎么就变成了是我离家出走呢？陆瑶瑶，凭什么你生来轻而易举的就能获得一切，而我需要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，甚至不惜搭上我妈妈的命才能拥有？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凭什么？所以，无论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们任何人过得好，我都能接受，唯独你不行。你去看看。何丽，你又想干什么？瑶瑶，我知道你恨爸妈爱我，有气都可以冲我撒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妈妈的话？她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瑶瑶，向你姐姐道歉。不是我弄破的。这屋里就你们俩，不是你是谁啊？陆瑶瑶，道歉！我说了，不是我弄破的，她自己拿刀划烂的。别再狡辩了，到你妈的坟前去认罪吧。陆瑶瑶，你很幸运，到最后还有外婆的偏爱。你知不知道她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什么？救救我！救我！文林，你终于承认了，是你杀了我外婆！不，我最多只是见死不救罢了。谁让同样都是外孙女，她处处偏爱你，护着。是你害死了她，是你！这终于承认是你杀了外婆！陆瑶瑶，玲玲，没事吧？玲玲，玲玲，走。
果然，没有人在乎我。妈妈，当年那个躲在暗处偷窥别人幸福的小女孩，再也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了。我没有辜负你的付出，我拿到她的一切。赵随，我好害怕，你在哪儿？我这就过来陪你，别怕，玲玲，我马上就来。赵随，你哄我睡觉好不好？瑶瑶今天又生我气了，你说我怎么样才能跟她和好呢？要不我们结婚吧？我们结了婚，我就能顺理成章的搬出去。我不在家，瑶瑶肯定愿意回家住。都听玲玲的，我先给你上药吧。赵随，真好。陆瑶瑶，没人会去救你，你就在我妈妈的墓碑前忏悔吧。赵随，你会一直陪着我的，对吧？会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好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赵随，你来了，我就不害怕了。玲玲不怕，我不走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赵随为了救我而死，从那天起，温玲就是我无法摆脱的责任。如果当年赵随约我出海，我不去就好了。为什么？非要我把命给你才行吗？外婆，为什么连你也不在了？雨是生命的烟花，你是淋不湿的湿花，雨滴吻过脸颊，晕开眉间的疤，岁月写的情话，落款是盛夏，你站在哪里，就是整个天涯。雨是生命的烟花，你是淋不湿的湿花。回家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先上车。
你是绿不是在十二晚风轻轻敲打，庄严的枝桠，时光慢慢飘摇，把故事记下，往后的春秋。陆师爷，嗯，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件事情？你说。温林每个月固定汇款的人是谁？好。对不起啊，今天又麻烦你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寿星最大，不要说对不起。可是他们说，今天这个日子不吉利，不值得庆祝。谁说的？今天这个日子是把我的陆太太送到这个世界的日子，对于我而言，那她就是无比珍贵的好日子。怎么了？卢师爷，啊，你对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这么好吗？我可没有那么多的相亲对象。卢师爷，我想借你的肩膀靠一下。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这样似乎也没什么不好。同行者的关系比靠感情更稳定。我好像又变得软弱了。在我面前，开慢点，别把我的蛋糕弄坏了。我愿意给的感情，请浪费。先喝点姜汤，暖暖身子。饭马上就好。好想时光停住，可以贪恋这一刻的温暖。陆瑶瑶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对他动心了吗？你别忘了，你们只是合作关系。陆师爷，啊？如果你跟我在一起，会背负很多骂名，会被恩情裹挟，逼着你做选择，你会抛弃我吗？如果一个人把你放在天平的一侧，那就说明你这个人的价值在他心里是可以衡量的。如果他选择想去做一个世俗眼中的好人，那就注定会牺牲掉你。而我是个坏人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而且我更不会把自己心中觉得重要的东西放在天平上，跟任何事物去比较。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。
把故事娓娓道来的说，把情绪摊开之后再藏着。你那么多的，是我辗转反侧，就像重度旅行不停颠簸。妈，别怕，我长大了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原来这个外表冷酷的男人，在梦里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。你梦寐以求的舞台，我先替你占了。2个月后，姐姐的巡回舞会，妹妹一定要来见证。我这个好姐姐，腿好了又出来乱蹦的。怎么了？妈，你跳不了，他也别想跳，我让人把他腿打折。不用。为什么？他如果因为受伤退役，那他在公众的心中就还是那个才华横溢的天才舞者。但是如果我一层一层撕下他的伪装，打破他的自尊，让他连同情都不配得到。哦，我认识一个人，或许他对你有用。巡演是吗？婚礼，你应该会很喜欢我送你的大礼。陆瑶瑶，你就看着我，一步步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吧。江韵这孩子特意叮嘱我让我来，他人倒是跑没影了。罢了，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吧。
温小姐，这次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请问这支舞蹈是你个人原创吗？是的，灰姑娘是我第一部原创作品，虽然它还有很多的不足，献丑了。完全没有，温小姐天才舞蹈家的名号，绝对实至名归。您说笑了，我只是比较勤奋而已，算不上什么天才的。温离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高光时刻吧。接下来你的人生只会越跌越惨。说吧，温小姐，在此之前并没有听说过你有任何编舞作品，这一次是灵感爆发，还是署名另有其人？这位记者，灰姑娘是我100%原创的作品，你可以质疑这支舞不好看，但绝对不能质疑它有水分。温小姐，请问你对网上说你剽窃他人作品怎么看？纯属无稽之谈。待会儿我会发送大量排练期间的花絮，大家可以自行求证。对于空口造谣者，我绝不姑息。这次绝对万无一失，他们不可能有证据。但是有人发布视频，说你跳的灰姑娘没有她的时间走。好，说起来，灰姑娘的成型耗尽了我大量的心血。对于保密工作，我确实并未做到尽善尽美，并不排除有人看过我的半成品，从而产生了复刻的念头。可是温小姐，她跳的并非半成品，而是与今天的灰姑娘如出一辙。温小姐，您看这支舞，您认识这个女生吗？您还能再说一遍，这是您的原创吗？怎么会是她？我的确认识她。那天在舞蹈房，她偷看我的舞蹈，还拍了视频。是因为她说她是我的粉丝，我才让她保存的。我没有想过，有一天背刺我的人竟然是我的粉丝。他哀求我，想要留着我的视频做收藏，没想到是为了剽窃我的心血。他演技还挺好的，适合去当演员啊。那肯定呀。作为一名舞者和编舞师，我坚决抵制抄袭行为的发生。所以，无论大家觉得应该不应该，无论他有多可怜，我都坚决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我就说江韵抽什么风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学艺先学德，其身不正，技艺再强都是空中楼阁，镜花水月。前辈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视频里的姑娘跳的确实比你好，演绎更到位。那也不能说明这就是他的作品，这都是那个偷窃者的错。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，我会把他亲手送进监狱，证明我的清白。很好，我也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把我江晚清的侄女送进监狱。江老师，我一向敬重你，但是你也知道清白对于一个原创舞者的重要性。就算你想帮自己的侄女儿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步。温玲，温小姐，我要是再不出现，你是不是连我祖宗18代都要污蔑一遍了？小偷！警察叔叔，就是他害我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是他故意害我，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局。你个恶人，还好意思瞪我！那天明明是他偷看我跳舞，还做贼心虚的把我们见面说话的监控删了，还歹毒的找车撞我。但是你没想到吧？练舞室的视频早就被我录下来了，连你买凶的人也被师野哥哥抓到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。
我很喜欢这支舞，可以卖给我吗？好的作品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再创作的，它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卖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抱歉，打扰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关掉！快关掉！这是假的，有人陷害我！快关掉！关掉啊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你确定？这支舞在我心中排练了那么多年，虽然不是我来跳，但也算是给自己圆梦了。温小姐，你涉嫌买凶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爸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情况？温玲，你知道为什么明明当年是你表现最好，我却没有收你为徒吗？我当年最中意的徒弟是你妹妹，可是瑶瑶在考试之前出了车祸，从此只能遗憾告别舞台。我就给了你一次机会，在面试中，你明明跳了一曲你妹妹的编舞，却号称那是你自己的作品。你当时年纪小，我没有当场揭穿你，但是我也绝不可能收你这种资质一般、人品不正的人为徒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温小姐，温小姐，温小姐，什么情况？温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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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除了珠峰和当年面试时的那支舞，你还剽窃过什么作品？温小姐，请问当年陆二小姐的车祸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是啊，温小姐，你说话呀！温小姐，回答我们呀，温小姐。您说两句啊，温小姐。温小姐，温小姐，温小姐，您说话呀，温小姐。可以给个答复吗？温小姐，回答我们，温小姐。你解释解释呀。温小姐。干杯！怎么了？瑶瑶，我想亲我们让最后一片花瓣决定要不要亲。啊？亲，不亲，亲，不亲。亲。我願能以後捉緊你的手，到沒人世外，一起擁抱永久。陆瑶瑶，你怎么喝醉了乱来啊？这下怎么办？酒醒了，没想到
你熬酒后挺狂野。昨天晚上，不准说了。我昨天晚上我是什么都不记得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。怎么了？想赖账？你可得对我负责。你该不会是想赖上我吧？逗你呢。昨晚我可什么都没干。陆师爷，你是不是不行啊你？我行不行？要不你试试？那我还是不试了。哎呀，你昨晚喝醉了，跳舞的样子真美。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给你开一个舞蹈工作室。虽然你不能做舞者，但你可以以编舞者的身份站在更大、更好的舞台上。我觉得你应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继续发光发热。也许我真的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去守护自己的梦想。慢慢的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，慢慢的喜欢简简单单的。陆师爷，那些心跳回忆，谢谢你啊。心里慢慢慢慢拉近距离，慢慢的发现我。二位不会是来叙旧的，对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江家还是执意要起诉温玲。听说陆总跟江满清认识，你也算是他大半个徒弟，能不能求他帮？为什么？陆先生和陆太太又玩道德绑架喽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我送进去的呀。什么？瑶瑶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我恶毒？我不过是展示了一支原创的舞蹈，他就想故技重施，占为己有，还买凶杀人。到底是我恶毒还是他无耻啊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们给他的那5%的股份，以及你们送他的所有。什么？收回这些东西，玲玲一旦发现，肯定会跟我们离心，但总比让她坐牢好。可以，到时候我会把全部资产转到你的名下。不，不用转到我名下。陆家的东西我可收不起，都捐了吧。什么？陆瑶瑶，你……对了，以后啊，股份、房地产都别再给他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啊，心眼特别小，而且还记仇，报复心特别重。但是你们要是阳奉阴违的话，我保不准陆师爷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你哥脾气不好，是吧？好。你们可以走了。瑶瑶，那玲玲……好，我们做到你希望的，但也希望你遵守约定。我们走，走。嫂子，你真要放过文玲啊？谁说的？可是你刚刚我答应什么了，还是你答应什么了？什么都没答应啊。哦，嫂子，你这招真是高啊！洒洒水啊！哎呀，我查到了。你说温玲每个月固定给汇款的那个人，他的名字叫赵随。
赵随？赵随是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居然没死啊！啊？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他在追我，不过他很神秘，经常玩消失。我朋友最近在一家酒吧老看见他，好像在钓富婆。哦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走，带他去。走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什么人啊？咱是谁呀？这么漂亮！一杯，谢谢。有个美女啊，美女哪儿呢？红衣服那个。行，我去会会她。来来来。美女，一个人。好久不见，赵随学长，不想坐下来跟我叙叙旧吗？这陆瑶瑶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要不是温玲突然没了消息，我至于被她抓到吗？我可是有很多问题想问你呢。行。可以在我面前说。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是温玲，她当初给我一笔钱，让我假扮她的男友，然后假死出国，不准回来。但是她定期会给我一笔钱啊。所以现在你联系不上她，应该寻找新的目标了。是啊，陆小姐，你放过我吧，你放过我吧，都是温玲逼我的，我只是跟着她的剧本走的呀。哎，陆小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你就饶了我吧，行不行？饶了你？那我这些年受的苦算什么？把他带走。哎。这个赵随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等傅检测跟温玲的婚礼上，把他当做礼物送过去。算算时间，温玲也该出狱了。温玲，如同你随意耍弄别人的命运一般，你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命运的变化多端了。我有一件对你非常重要的事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妈，你说过，招式不怕老套，好用就行。如果你用你的命锁住了陆瑶瑶的一生，那我用另一条人命来拆散她。你说，我能成功吗？如果他母亲的死是早有设计的话，那我提供的线索就可以让你摆脱害死一条人命的阴影。那我现在能饶过我吧？瑶瑶，要不我们先回家。瑶瑶，瑶瑶，哎，这饶过我呀！让开！哎，别弄死他就行。哎，我。好了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我这10几年所承受的这一切，全都是他们母女设计的。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，被他们愚弄，被他们算计。够了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给你讨回一个公道。
相信我，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，好吗？不哭了。陆师爷，啊，我在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看到你伤心，看到你流泪，我心也会痛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交给我。来，先喝口水。温玲，你在我身上拿走的一切，我都要千倍百倍的讨回来。10几年前的事故，好调查吗？放心，没问题。只要是走过的路，一定会留下痕迹。文雨姿她不一定做的有多周全，她只是感情和道德上占了上风，所以没有人怀疑她。看我的小玫瑰都蔫了，你看，睡一觉，睡一觉醒来，我一定会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到你的面前。睡吧。你已经昏睡很多天了，先喝点东西。林雨姿的死确实不是意外。想怎么样？明天温玲出狱，我先去跟她见一面。温玲，啊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忙忙碌碌了几十年，最后落到这样的结局，确实挺可笑的。我变成现在这样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当年我母亲的死，不也是因为你吗？她以前对你有多好，你都忘了？他确实对我挺好的，为了给你铺路，把自己仅剩的7、8个月的寿命全赌在我身上了。瞎说什么？他知道了吗？这是我和妈妈最深的秘密，这辈子都不该有人发现。其他人也都知道了。不用紧张，这个事我没有跟其他人说过。我今天过来呢，是想给你送份大礼。
居然拿到了妈妈当年的癌症报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猜？玲玲，可回来了，走，我们回去吧。来，怎么样了最近？陆董，你们家事能不能好好管管？物价大跌，损失你们得担大头，自己不会看新闻啊？陆总，大小姐出一杯头牌，新闻已经炸了。都怪你，我们这些天的努力全白费了。哼！爸，先坐下吧。妈，爸和哥哥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我要不还是搬出去住吧？你在御景豪庭那套房子能给我住吗？玲玲啊，那套房子还有你的珠宝、股份、不动产，全都捐出去了。什么？玲玲啊，我们是想从瑶瑶那儿为你争取谅解书，她给的条件就是这个。我想着这钱呀都是小事儿，你的名声和自由才是大事儿，就答应了。所以这股份也折价捐了，折现后都转给了你哥。这以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给你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妈，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我好，我以后真的只有你们了。玲玲，陆瑶瑶，你下的一手好棋，你给我等着！嘿嘿嘿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和你一起睡。为什么？我跟你一起睡觉很安心啊。怎么，你讨厌和我一起睡觉？不讨厌啊。不讨厌就是可以。哎呀，你小心点。哎呀！啊！谋杀亲夫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亲我一口，你要不亲我，我就一直喊，我让街坊邻居都听。亲！亲嘴。喂。明天奶奶的忌日，不要迟到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？哦，明天是我奶奶的忌日，我得回趟老宅，你就不用陪我一起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好也很久没去你家了，也很久没见到那个老头子了。啊，明天我四婶也会来，我怕不安全。听你这语气，你四婶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啊。早年前，他和我四叔想要架空入室，被我发现。我告诉了老爷子，老爷子就把他们赶出了入室。我四叔他咎由自取，变成了植物人，他们唯一一个儿子也毁在了我手里，所以我怕他会有什么动作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如果你明天要去的话，小心一点就好。我小心什么呀？该小心的是你才对啊。我怕他。告诉你，我小时候可是跟狼生活了1个月，我比狼都警觉。何况他们要是敢作死的话，我正好可以送他们一程。总之，去了陆家，
你要小心一点。也要你记住，陆家没有一个好人，包括我。OK。睡觉。你是坏人，我不跟你睡。你再闹，我就把你就地正法。哎，我。我是看花眼了吗？这可是他用过的。完了，3少要大发雷霆了。谢谢老婆大人。放肆！当初我就和你说过，你休想从陆家拿走任何财产。哼！爸，您看看这份文件吧。海棠并不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昊天帮你背了这么多年私生女的名声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她现在成了植物人，你就把我们应得的那份财产分给我们吧。果然是有备而来，上来就是大寡。不然，你想亲眼看着你儿子去死吗？哼，孙女儿变成亲生女儿，我不信你不气晕过去。爸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爸，叫他，爸，这儿拿来。要不去医院吧，爷爷。我们去医院看看。你就别去了，等我忙完回来接你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陆小姐，3少爷说今天老宅不安生，让我送你回家去住。那陆石野人呢？3少爷还在医院。行，那走吧。我们之前的司机呢？送3少爷他们去医院了。是陆石野打电话让你送我回家的吗？不是，那是管家吩咐的。是一位熟悉的佣人，他说是3少爷让他转告我的。不对，这一切都不对劲。这辆车好像一直在等我似的，陆石野也不会让不熟的人来送我。喂，周野，你带批人来陆家老宅，立刻马上。这辆车是你停在这的吗？不是，我本来要去地下停车库取车的，这辆车是之前有人停在这儿的，他告诉我直接开这辆车就可以，免得堵住大门。你看好这辆车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去。这场闹剧，也许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出障眼法，爆出耸人听闻的秘密，刺激老爷子可能涉及遗产分配，陆家所有人都会跟过去。但背后的人真正的目标，从来都只有一个：陆家的实际掌权人陆石野。
他一定还在老宅。站住！四婶儿，陆师爷人不怎么样，喜欢女人的眼光倒是不错。你很聪明，我本来还打算用你的尸体给陆师爷送份大礼。陆师爷人在哪？你放心，他还没死。他让我儿子成了植物人，我怎么会那么轻易的让他去死？毕竟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要折磨一个人，半死不活，才是最痛苦的，不是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只是我活得不痛快，想有人像我一样痛苦罢了。我今天不回来，你自己待着吧。你老公都跟别人好了，你就跟我好了吧？放开我！好好对你的。谢月，老婆，你为什么来了？狗阴气，我老公来了！给我上！陆青言强娶了谢月之后，却和林薇打得火热，孤家寡人的谢月被陆昊天盯上。那天我借着高抬陆昊天的由头，找人把谢月打了一顿。从那之后，谢月母子就成了我情绪发泄的出口。反正他们也常常被人欺负，多我一个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可是就因为这些陈年旧事，陆师爷痛下杀手，现在家里也不认我了，我唯一的儿子也被他给废了。你不敢对坏事做尽的陆昊天痛下杀手，是因为你不舍得依靠他得来的富贵权势。你的刀尖所向从来都不是造成你悲剧的敌人，而是那些无辜弱者。其他人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是照见了你心中的恶。你不要把自己说的这么无辜可怜。距离够近，告诉我他在哪儿？我知道，你仗着外面有你的人，觉得我不敢做什么。但是既然我敢动手，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今天走不出去的准备。不就是死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你不想活了，可是我看你也没有不想活呀。不然你计划这一切做什么？啊，你刚刚说的很对，报复一个人，死了1两百两，但是
半死不活，那才叫痛快。你说是你喊人更快，还是我戳瞎你的眼更快？你疯了！你以为伤了我，你能好好走出这里？我说过我不怕死。四婶儿，你应该没有见过真正想死的人是什么样子吧？今天让你开开眼。干什么？呀！这地下室。不过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过去。陆师爷认不认得你还不好说。逃过了那辆死亡车辆，好不容易留下了现在一命。聪明的话，你应该赶紧出去，不然没有死在我的手里，也会死在陆师爷的手里。陆师爷不会那么脆弱。逃命的劝告，我奉还给你。让陆瑶瑶进去，别拦着，我要亲眼看着他们夫妻自相残杀。陆师爷，你在哪儿？你千万不要有事儿。陆师爷，陆师爷，陆师爷，陆师爷。陆瑶瑶，我带你回家啊！我带你回家。松开！陆师爷，陆师爷，别吓我！别吓我！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！别吓我，陆师爷！别怕，别怕，带你回家，带你回家。哭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哭啊？问你中药了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事。可知所有的生命，如果说以你为中心，那我算什么天梯？你非要走进你生命，你非要听到迂回，我怕你一直回避。不是呀，
你为了保持意识，把自己杀成这样，你是不是笨呢？你怎么又哭了？我今天要是不来找你，你要一直待在这儿吗？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别哭了，小玫瑰都要变成小哭包了。脏了。又悄悄收回心意，想伸手去拥抱你，沉溺你的呼吸，在那飘过的雪，这样就能守护你，用尽我所有温柔。我想亲。我的礼物就是你。怎么是咸的？废话，眼泪当然是咸的呀。陆瑶瑶，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从今以后，哪怕是你后悔了，我也绝对不会放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陆师爷，他明明中招了！我前头派过去的人都被发狂的他打成了重伤，差点弄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没有杀了陆瑶瑶？无论如何，今晚他们两个休想活着走出老宅。既然这么相爱，那就到地底下去做对苦命鸳鸯吧。来人！我赌上一切的绝地反击，被他这么轻易就推翻了。陆师爷，他分明趁着这个机会，又将老宅清洗了一遍。是我输了。我输了。你火急火燎的把我叫出来，陆师爷呢？在地下室那边。好，走吧。等会儿。我想了想，这边需要我来做收尾，你先自己过去吧。行吧，行吧，快去解决那个祖宗的毛病，我也好回去休息。哎，我是陆徐野，你还活着没？靠！狗逼周宇害我！怪不得突然说让我先来，原来是要我来做这个打散鸳鸯的恶人。那个陆小姐，里面方便我进去看看吗？哼，装什么装？好像刚刚按着人姑娘亲，死活不放手的狗男人不是你呀！哼，看起来挺正常的。这陆四婶
该不会买了假药吧？那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？哈哈，别，开玩笑，是真药。不过石野啊，以前经常被人下这种药，可能已经有了抗药性，所以现在看起来还行。不过没事，哎，真药假药，打一针就好了。行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们小两口继续亲热啊！走，回家。等一下，你出去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去，去。干什么？带打火机了吗？或许我早就爱上你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还想听。我说，陆时野，我爱你。你知道我爸妈那种关系，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一个人，
直到我遇见你。陆瑶瑶，我爱你。小懒鬼，快起床！不起，不起床可就没有好吃的啦。草莓，先慢吃。吃，你给我。不给。哎，你给我嘛。不给。你不给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更真诚热烈。哎，你干嘛？啊！怎么了？我碰到伤口了。啊！我看看。伤口裂开了，要贴贴。杜十野。嗯。你骗我！哦，真裂开了。你过来，我看看。不骗我。我去，温玲这演技不拿奥斯卡真可惜。她才出狱没几天就把陆家上下耍得团团转。温玉和明天的生日宴也是她在操办。那刚好，明天是个揭露谜底的日子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17年。温玉和，我真想看看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，表情是什么样子的。别等了，瑶瑶不会来了，咱们先去切蛋糕吧。好吧。妈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先生、夫人，二小姐送礼来了。小姐回来了就好好请进来，慌慌张张做什么？但是什么？虽然已经断了亲，但念在您和我们家瑶瑶母女一场，我们还是决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您送一份大礼。对家里再有怨气，也不应该破坏他母亲的生日吧？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们家瑶瑶从6岁之后，生日都是当忌日过的。我们现在只是场景重现一下，你们就接受不了了？既然你提到忌日，那你应该知道我们陆家的过往。瑶瑶6岁以后没有过过生日是有原因的。哦，我懂，有苦衷嘛。温玉姿，陆家养女温玲的母亲，也是我们家瑶瑶的亲姨母。据说她当年就是为了救我们家瑶瑶，出了车祸，意外身亡，是吗？温玲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那场车祸真的是意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周宇，这什么？你不打开没关系，给他看点别的。温雨姿，我记得她，当年就是我给她接诊的。为什么印象深？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病人知道自己患了癌症，却不是害怕的哭，而是快乐的笑。她不愿意接受治疗，她说有比她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她想她剩下的时间物有所值。那场车祸确实是有人收买我爸做的。那会儿我生病了，家里需要钱，那个女人说她本来就没有多久好活了，她想让她撞死的不只是她自己，还有一个5、6岁的小女孩。不过一只流浪猫绊倒了那孩子，她才没有大错特错。这些事儿
都是我妈离世前告诉我的。她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来调查，不要隐瞒，全都告诉他们。如果当年那女孩还活着，我想对你说一句，对不起。这拿自己剩下的7、8个月，踩着妹妹的女儿给自己的孩子逆天改命。哎，这温玉思啊，是真狠啊！这陆瑶瑶可真倒霉，要换我的话，也会跟他们家闹个天翻地覆。打开看看吧，里面有你的好姐姐最想对你说的话。爸爸。我的妹妹天真愚蠢，但实在幸运。可惜啊，她命中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父死从不可怕，我们错位的命运将在下一代修成。温玉和，再见。温玉思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整整17年，我把你的亲生女儿当公主一样宠着。就和自己的女儿形同陌路，你怎么这么大度？玉和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你有本事你把我带走！你把我带走！你去死！你该下地狱！玉和。温雨思是骗了你们不假，但虐待自己亲女儿的是你们自己。这条人命，我替你们背负了17年，再大的生命也花完了。以后不要来求和，我永不原谅。收场。赵随的事情还没有被爆出来，我只要装作我不知情，这事儿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妈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妈是温雨思，你找她去。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当年才8岁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跟我做了17年的母女，你不能不认我。你8岁，瑶瑶当年才6岁。他才6岁啊！你比我也自还恶毒，你不灵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明明，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国强，快打120！景策，我伤得很重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你说，要是当初赵随没死，我和他结婚，顺利离开陆家，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傅景策，你居然不回我消息，你休想甩开我！玉和，瑶瑶来过吗？没有。温丽怎么样了？她没什么事儿，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出院了。我今天也出院吧，你把她叫到家里来，我们得好好谈一下。公司那边……公司那边已经交给陆琪了，只是温玲在秘书部工作，公司内部的文件不知道她有没有备份，是应该和她谈谈了。景策，温小姐，原来还有喜欢偷看别人亲热的癖好啊！这不是那个私生子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找傅景策。
怎么，你不知道傅景策已经离开傅氏了吗？大哥已经被赶出了傅氏，失去了家族继承人的资格。嫂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要不跟我得了？一个废物和一个未来光明的家族继承人。温小姐，如果给你选择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如果真的如他所说，傅君燕或许是我现在更好的选择。做傅家的儿媳妇儿，也不一定非得是傅景策，不是吗？我能给你的，可比他更多。我那个恃才傲物，从小就是天之骄子的大哥，眼光也不怎么样嘛。温小姐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看上你了吧？别着急，温小姐已经来了这里这么多遍，应该知道这间办公室是有监控的吧？你说我把视频发给大哥，让他欣赏欣赏，如何呀？你要是想做的话，早就这么做了，何必跟我废话这些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继续嫁给傅景策，对我来说更好。你只需继续抓着大哥不放，事成之后，我会在你嫁入傅家之时，给你个人一份尊贵的礼物。这份合作不会拒绝吧？现在整个帝都都知道了我和陆瑶瑶的过节，傅景策已经是我能抓住的最好的了。成交。等待你的好消息，准大嫂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供你上学，供你跳舞，你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倍。现在陆家有难，你竟然有脸趁火打劫？那是你们蠢，我就一句话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坐牢了。你，温玲啊，我们一起生活了17年了，你做的那些事儿，你觉得你瞒得住吗？对，我是罪人，你的手能干净吗？你这些事儿能经得起调查吗？我可以撤诉，但是你们总不能一点都不给我。100万。之前在医院明明说好了是1000万，你敢耍我？公司已经不行了，现在陆家是负资产状态，再过不久，这栋房子也要被收走，能挤出这100万已经不容易了。反正我也活够了，实在不行保全公司，不行我就坐牢去吧。如果鱼死网破，我确实经不得查。之前从公司偷出来的那个专利，应该也能卖不少钱。100万就100万，明天我就要看到钱。你怎么进自己家跟做贼似的？嘘，
我来我家看戏，我不得小心点儿。哦，你昨天让我把陆家人骗到外地，就是想跟他们狗咬狗。所以我看不到。谁？出去！快出去！不准看！哎呀，不说了不准看。你占有欲这么强？费尽心机把我关这么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想看我在陆瑶瑶面前出丑？陆瑶瑶来确实是个意外，我也没有让人围观做事的癖好。傅景策，我要你和我结婚。绝对不可能！你以为睡你一次我就会娶你啊？温玲，你现在不过是个名声臭大街的烂货，你怎么这么贱啊？这么迫不及待爬男人的床？你又有多高贵啊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失去继承人的资格了，丧家之犬！滚！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吗？喏，我拍了视频。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反正我名声已经臭到底了，我不怕再多加一条罪名。如果你能豁得出去的话，让外人看见傅大少爷在床上的丑态，看看你是如何对女人摇尾乞怜的，你就送我去坐牢啊！你这么做对得起周随吗？周随？哼，别扯了！这么多年，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我喜欢的人是你。和自己兄弟的女人搞暧昧，你不是也很享受吗？傅景策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自作自受。我希望明天能够领到属于我们的结婚证。景策，我们才是一路人，这辈子注定纠缠在一起的。嫂子，你就看看嘛，是个专门为你订的，你要是不喜欢还可以再改。你也不想到时候婚礼穿自己不喜欢的婚纱吧？婚礼？他都没有对我提过，也没有求婚，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在一起，谈什么美啊？哎呀，走啦！怎么了？真的不行，女士，这件婚纱是私人定制不售卖的，您加多少钱都没用。你就试试。够了，回家。傅景策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老婆是谁？这个疯子！你敢打我！文玲，你知不知道这项专利对我们有多重要？陆家待你不薄，甚至还给了你100万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背后捅我们刀子的？为什么不行？陆家落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们不是已经把我的股份、财产都收回去了吗？这是你们罪有应得。白眼狼，陆家当时就不应该收养你。哼，那陆国威踩着收养我的好名声，到处拉资源，借着有个天才舞蹈家女儿的名号满世界宣传时，你怎么不说陆家不该收养我？文玲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在我付出代价之前，您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哥哥，你已经不是什么陆家大少爷了。瑶瑶，我们搬新家了，那个你的东西都收到新家了。那些旧的东西没有意义，都烧了吧，占地方。我已经有新家了，不用再去别人家了。都忘了你有新家了。
打扰了。去哪儿？回家。送我出狱就是为了看到这样一副景象，你满意了？还行吧。我跟傅景策已经结婚了，马上就会举办婚礼。陆瑶瑶，别太得意，赢家是我。好姐姐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不管他了，嫂子，我们快去看看婚纱。亲爱的，你如果还是这个态度的话，我不介意把婚礼上的短片换成傅大公子的视频。你就不怕别人知道另一个主角是你吗？我腿断了，牢也坐了，梦想也没了，我不怕再烂一点。倒是你，你敢吗？你不敢。所以，如果想平平安安的度过今天，我希望看到一个高高兴兴的新郎。温良，你还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傅景策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温玲小姐为妻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尊重她，保护她，与她携手，共度此生。傅先生，傅先生，我愿意。新人的幸福离不开家人的祝福，那接下来就有请男方父母。作为新娘曾经的哥哥，这份祝福还是我先送吧。东西，今天我结婚。温小姐在陆家养了17年，临走前还不忘给我们留份纪念。我们陆家肯定也会投桃报李的。好，看来哥哥比较着急，那就先有请。不用请了，我的礼物已经来了。温小姐，看来2个月的牢狱之灾对你打击还是太小了。陆家怎么把你捞出来的，就能怎么把你送进去。温小姐，对我的这份礼物还满意吗？温玲小姐，有人指控你盗取商业机密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没有证据。你真觉得我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吗？你从监狱出来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安了很多摄像头了。你觉得我一点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吗？景策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别碰我，我嫌脏。我们可是夫妻，我坐牢对你也有影响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的人生已经被你毁了。答应过赵随会好好照顾我的，还是因你而死的，你都忘了？快，把人带进来。到你了，姐姐。姐姐，好久不见，新婚快乐！虽然你没有给我发请帖，但是礼数不能少。这不，礼物给你送来了。不行，不能拆，不能拆 ！Surprise！ 赵随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赵随，这不是温玲前男友吗？听说他前几年在海上出了意外，为了救傅景策死了呀。你没死？他当然没死，而且他这些年
拿着温玲小姐给的生活费在国外过得可潇洒了。傅先生，这礼物还满意吗？哼，温小姐，我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拿钱假扮你男友，再拿钱做戏救人消失。可是你给我断资好久了，哎，我这可不算违约啊。都是你骗我的，陷害我欠你恩情，跟温玲狼狈为奸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怎么这么对我？我可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是温玲，她嫉妒陆瑶瑶，想把你从她手里抢走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瑶瑶，你看，都是他们害我的。我是爱你的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明明是你自己渣好吗？一边装爱我的深情人设，一边打着报恩的幌子跟温玲纠缠不清，你才是那个最恶心、最无耻的渣男伪君子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温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爸，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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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要脸吗？你们母女算计了我17年，我把你当公主宠了17年，却亲手毁了我自己的女儿。温玲，你比温玉芝更恶毒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，从此生死由命，各不相干。陆瑶瑶，陆瑶瑶！凭什么？陆瑶瑶，凭什么你生来轻而易举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一切？我要费尽心机，不惜搭上我妈妈的命才能获得。老天爷待我不公平，我偏要争，我偏要抢，我有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我没错，我没错，我不要做了，我不要，我没错。看吧，暴雨来了。行了，戏也看了，回去。陆小姐，您一路断层杀到冠军，发表一下您的获奖感言吧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我想说，我这一生好像都在学习。遇到道德绑架，我学会了掀桌；遇到恋人背刺，我学会了放手；遇到全世界抛弃我，我学会了爱自己；遇到爱的人，我学会了，即使受过伤，也要勇敢爱。所以我想告诉台下的观众朋友们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你所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。谢谢大家。瑶瑶，虽然我们已经是法定夫妻了，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拥有一个正式的求婚。从今往后，你只管掀桌，剩下的我来收场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想你。如一故事，寂寂影从风难醒，慢慢累积，拼凑不完整的旋律。我一贯的小心翼翼，现在却想要告诉你，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。我见了个人啊。只要他是陆时雨，那他就是对的，我就会无条件支持他。大哥，没有人疼你，以后我会更加的爱。许个愿吧，小寿星。你不完成任务，我让单支持。生日快乐！不是呀，谢谢。我想，或许我早就爱上你。陆时言，我爱你。不要了，我爱你。不好了，陆总，夫人又掀桌了，这次是市长家的儿子。我管他谁家儿子，他就算是天王老子，我的夫人只管掀桌，剩下的我来收场。